翌日，萧长坤睡到日上三竿。马兰虽然没喝酒，但最近迷上了抱着手机刷直播和短视频，所以也到了10点多才从床上爬起来。原本叶晨今日是打算去香榭丽的半山别墅，继续帮助菜菜子提升他对灵气的掌握，但是因为萧初然今天下午就要抵达金陵了，于是叶晨便准备今天白天哪也不去，就在家里等着到时间去机场接他回家。马兰睡意惺忪的，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抱着手机，从电梯里走了出来，见叶晨正在收拾客厅卫生，便好奇地问他：好女婿，你今天怎么没出门啊？平时这时候你不都出去跟客户谈业务了吗？说罢，他又有些紧张与关切地问道：好女婿，是不是最近看风水的生意不太好做了？该不会影响到咱们家的正常生活吧？叶晨笑着说道：妈，你想多了，不是生意不好，是我把今天所有的工作都推掉了。妈呀！马兰有些肉疼地说道：好女婿啊，你是不是算不过来账啊？你随随便便去见个客户开个单，都是几十上百万的，放着这么多的钱不去赚，在家里打扫卫生，岂不是亏大了？你还不如出去挣你的几十上百万，给妈1%，也就是几千上万块，妈在家里帮你打扫卫生，保证打扫得一尘不染。叶晨无奈一笑，开口说道：妈，我今天之所以没出门，是因为初然下午就要回来了，我把家收拾干净，等时间差不多了就去机场接他。他去美国这么长时间，我不能让他一回来就看到家里乱糟糟的。马兰一听萧初然要回来了，顿时激动不已地欢呼道：哎呀，初然要回来了！初然真的要回来了吗？我可想死他了。叶晨点头道：初然几个小时之前就已经上飞机了，再有6、7个小时差不多也就该到了，估摸着也就是下午的4、5点钟，刚好能赶上吃晚饭。马兰忙嗔怪道：这丫头心里只有你这个老公，都没有我这个老妈了，回来这么大的事情竟然都没告诉我。说完，他见叶晨正在拖地，连忙上前说道：好女婿，最近家里确实有点乱，都怪妈妈没顾得上收拾，当然了，还有萧长坤那个老狗日的，一天到晚早出晚归，家里什么活都不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外边养小三儿了。来来来，好女婿，拖把给妈，妈来收拾就行了。叶晨道：妈，要不你去收拾收拾厨房吧，客厅这边交给我就行了。也行。马兰点点头，两个人一块收拾，速度肯定快很多。说罢，他又有些不爽地骂道：萧长坤那个王八蛋，是不是又出门了？一天到晚正事不干，就知道泡在那个什么狗屁书画协会里，不知道那里到底有他养的小情人，还是他的老相好。正说着，萧长坤从楼上晃晃悠悠地走了下来，整个人无精打采，哈欠连连，一看就是还没彻底醒酒。马兰与萧长坤早就分居，所以还以为萧长坤早就出门了。见他从楼上下来，便立刻嘲讽道：哎呦，萧副会长今天怎么没去书画协会啊？平时不是往那跑得最积极吗？怎么的？让人发现你是个滥竽充数的骗子，给你赶出来了。听到马兰说话，萧长坤表情仿佛忽然犯了偏头痛一样，歪着嘴目眦欲裂。他伸了个懒腰，又用双手拍了拍脸，这才不屑地说道：马兰，你也就能过个嘴瘾了？怎么，挖苦我你很爽是吗？马兰撇嘴道：我这怎么能叫挖苦你呢？我说的明明都是大实话，别人不了解你萧长坤，我还能不了解你吗？自己说说你有什么真才实学？就你对字画那点研究，还不如古玩街一个摆摊卖假古董的。就你还有脸在书画协会当常务副会长，也不知道这书画协会的会长是瞎了哪只眼，让你这个2把刀来当2把手，等他哪天忽然缓过劲儿来，你可能就得收拾东西滚蛋喽。萧长坤得意地说道：马兰啊马兰，你的如意算盘恐怕是要落空了。我们裴会长最近正在谋求高升，一旦他上去了，书画协会会长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这个2把刀可就不是2把手了，变1把手喽。我呸！
马兰一听萧长坤有机会高升，顿时气恼地骂道：萧长坤，就你也配当书画协会的会长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配不配？萧长坤端起水杯，给自己接了一杯水，一边喝一边摇头晃脑地说道：让我当会长，那一定是众望所归。整个书画协会，有谁敢说我萧长坤半个不字？裴会长他也不敢啊，要不然前段时间上面能派咱去韩国交流，他怎么不派你马兰去韩国交流？马兰不屑地说道：那是你马奶奶不惜的混那个圈子，我要是也混那个圈子，金陵组织去韩国交流，也准得有我一个名额。萧长坤眼皮子一翻，瞪着眼睛问道：就你，让你去韩国交流？你到了韩国，你跟人交流什么？跟韩国的泼妇交流骂街吗？你语言也不通啊！你自己想想，你到了韩国交流骂街，你有什么优势？除了会说句阿西吧，你还会说什么？马兰骂道：老娘还会说八嘎牙路。萧长坤呸了一声：切，那是日语，傻缺。马兰气急了，从叶晨手里拿过扫把，冲着萧长坤就甩了过去。萧长坤堪堪躲过，一边往外走一边骂道：疯婆子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去会里喝茶去了。马兰骂道：萧长坤，你给我回来！萧长坤撇撇嘴：我才不听你的，拜拜了您嘞。马兰咬牙道：闺女下午就回来了，你还往外跑？怎么的，你要离开这个家当过啊？萧长坤一怔，惊讶地问道：闺女下午就回来了，真的假的？马兰道：当然是真的，你没看好女婿今天都没出门吗？萧长坤点点头，问叶晨：好女婿，出然他什么时候到金陵？叶晨道：4点半5点的样子吧。萧长坤开口道：那还早呢，没事儿，我先去会里一趟，完事下午我提前回来接你们，咱们一起去机场。叶晨道：爸，你要有事就先忙，下午我一个人去接出然也没问题。马兰立刻说道：不行，出然这次离家这么久才回来，咱们必须都到机场去接他。萧长坤无奈，只好说道：那就按我刚才说的，我先去会里一趟，下午3、4点钟我来接你们，到时咱们一起过去。马兰气愤不已地质问：萧长坤，怎么说都不行了是不是？那个破书画协会你今天就必须去是不是？你要是说你今天必须去，那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不是常务副会长吗？你不是马上就要荣升会长了吗？我作为现在的常务副会长夫人，将来的会长夫人，跟你过去看看总没什么问题吧？萧长坤一听马兰说他要去书画协会，顿时吓得一阵肝颤，他可不想让马兰这种泼妇到书画协会去给自己丢脸，回头万一下面的人在背地里议论，说自己好好一个人儿，怎么找了这么个泼妇当媳妇，那脸面岂不是丢光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只好无奈地说道：算了算了，那我就不去了。不去了还不行吗？咱们3个人就坐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的，等到下午4点钟，然后一起去机场，这样总没问题了吧？马兰反问他：怎么，带我去一趟你们会里就这么难吗？我是有多拿不出手吗？萧长坤崩溃了，脱口道：哎呀，你这个人，你怎么翻来覆去的找事儿？没完了是不是？是你让我留在家里的，我答应了留在家里，还不能让你满意吗？马兰冷声质问：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对我不耐烦了是不是？哦，要当会长了，不是你窝窝囊囊被老太太和萧长乾一家骑在头上拉屎的时候了，所以现在也不正眼瞧我了，合着我拖你后腿了呗？萧长坤尴尬地辩解道：我没这个意思啊，这都是你自己说的。马兰质问：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萧长坤一阵眩晕，脱口道：我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我不去会里了，在家里等着去机场接闺女。马兰抱着肩冷笑道：哦，你现在感觉没什么意思了，打算始乱终弃了是不是？萧长坤面对着马兰的疯狂输出，整个人已经快哭了，连忙解释道：我没有啊，我说什么了？马兰看向叶晨，又委屈又愤怒地说道：好女婿，你来给评评理，这么多年我跟着他萧长坤过什么好日子了？
他现在牛逼了，要当会长了，觉得我这个老婆丢他的人了，这不就是当代陈世美吗？别说萧长坤头大，叶晨也完全招架不住，于是他连忙道：妈，我想起来有点急事要处理，这样吧，您跟爸在家休息休息，我先去办事，下午我就不回来了，直接打车去机场，到时候爸开车载着你去机场跟我会合，咱们接上出然一起回来。说着，叶晨已经快步走到大门口。萧长坤见叶晨要走，更是慌得不行，连忙道：好女婿，你别走啊，你留下来陪我们一起吧。不行啊爸，确实是急事儿。叶晨说罢，一边换鞋，一边回头说道：对了，晚上别做饭了，咱们去外面吃，就这么定了，下午机场见。